人民文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人生可不只是一片什刹海，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。我们的故事就从那片海开始。跟我最像的部分，可能就是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坚持去做。它难的点是在于你要把这个变化给做出来。我觉得是平常心对待吧，就像我们戏里面的台词：“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。”从来没有说给自己去定一个目标，就是做好当下的事情，活在当下。跟我最像的部分，可能就是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，然后一直坚持下去，坚持去做。他对朋友、对家人，然后对自己在意的事情的那种坚持，就是他比较认一个死理，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挺佩服他的。那你们有不同的地方吗？不同的地方，他很活跃，然后以及他是一个小话痨。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吧。其实如果说感受最深的戏的话，就是从部队回到了北京的那一段戏，因为那一段戏是一个比较密集的，沉浸在一个悲伤的情绪里面，然后你需要在那个情绪里面去做出一些不同的层次。姐，我回来了。我来找父母。我觉得它难的点是在于你要把这个变化给做出来，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悲伤的情绪，就是他的情绪是一个递进的，它是有变化的。因为我们拍的时候其实是跳拍，它不是顺拍，所以可能是1个月前我拍的某一场戏，然后1个月后你要把它接起来，然后所以你在拍的时候你需要把前后场理得特别的清楚。就是我的父辈们，他们跟春生他们生长的这个环境不太一样，但是大体来说，他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，所以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共性。在时代的发展的背景下面，他们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，然后去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跟变化。我觉得就是那股坚持的劲儿吧。其实重庆人会有一种很坚强、很坚韧的那个劲儿。其实我比较喜欢去做一些剧本外的一些准备工作，比如说这个人物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是什么样子，什么人跟事对他的影响最大，可能这些东西是剧本外的东西，你需要自己去挖掘。怎么挖掘呢？他的方法就你去想啊，你自己去写一个人物小传，也许他不是导演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人物小传，但是你自己需要通过你自己的理解去把它给写出来，在后面对这个人物的诠释上会有帮助。那就让他们从我的尸体上踏过，否则谁也别想逃。经常会有时候演完一场戏之后回到酒店会很开心，然后会觉得哎呀，今儿这场戏演的真的是还可以，然后挺值的，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然后有时候也会反思，会觉得说，哎，今儿这场戏的状态不太好，要是再来一次的话就会更好。我觉得是平常心对待吧。当然是就像我们戏里面的台词，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。所以就平常心面对这些评论，觉得说的对的，那我自己就吸收，然后下一次改正，争取下一次是以更好的面貌出现呗。其实我觉得目前我还没有这个困扰，一切都是服务于这个角色。如果这个角色他需要我以另一种面貌出现，那我没有任何问题。那如果也许这个剧本非常的吸引我，非常的打动人，
它可能会需要通过一些特效妆来改变我的面貌跟我的状态，我完全 OK。对于我来说，演员就是以作品说话，所以一切都服务于作品。在以后的每一天，不骄不躁，戒熬夜，破戒、跨界、闯世界。谢谢大家。就是因为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人问我说你今年的目标是什么？其实我从来没有说给自己去定一个目标，就是做好当下的事情，活在当下，每次都是这样。那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接下来我会进行的工作，那我当下就会把它做好，因为工作它是不停的在变化的。所以其实你会遇到不同的困难跟挑战，可能这一关困难过了之后，还有下一个挑战。可能不要太好高骛远，去制定一些很长远的计划，就坚持把你当下的事情做好，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答案。我觉得是提升自己的演技和文化素养，然后争取创作出更多更好更打动观众的作品来回馈大家。那肯定是要时刻谨记自己的社会责任，然后有担当。就是他最近的那部戏还不错。意见谈不上，我觉得就是一些小建议吧。自己呢也是从大学毕业，然后从事了自己的本职工作，然后又跳到了这个行业。我觉得我可以共情现在的一些毕业生可能会有缺乏安全感，因为从校园出来之后，社会环境其实发生了变化。但是我觉得大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不卑不亢，不要过于的担忧，跟困扰。其实坚持做好现在当下自己手头上的事情，我觉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